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道路状况，越来越多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公路使用者，行车记录器 Dashcam 已经成为了每一个驾驶者车上必须要有的一个设备。当你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它能够记录下来，保障驾驶者和其他公路使用者的权益。所以传统的行车记录器从一开始拍前面，到后来有 Dual Channel 可以拍前面，也可以拍后面，发展到今天这个最新的科技，就是70 迈的 4K Omni， 它是市场上首创主流产品，是能够进行360度旋转，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支援 Voice Command， 像比如说它现在是拍前面嘛，我可以跟它讲 Capture Left， 它就会马上转去左边记录，我可以跟它讲 Capture Right，它会转去右边，比如说我跟他讲 Shoot Vlog， 它就会拍一个短片这样子，从左边慢慢的拍到右边，所以它不只是可以拍前面左边，拍前面右边，它也能够拍到 cabin 里面。大部分的行车记录器它只可以拍前面，对，它有后面的镜头拍后面，不过它拍不到 cabin 了嘛，所以它也可以当成是一个 cabin camera。你可以跟他讲take selfie， 它就会转过来倒数3秒钟 ，3、2、1。它可以跟你拍 selfie， 帮你记录一些美好时刻。Switch front view， Switch rear view。我觉得这个70 迈 4K Omni 真的是突破了大家以往对于行车记录器的一个想象。那我们说，对一台汽油车来说，它最重要的3大件就是引擎、变速箱跟底盘。然后对一台电动车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它的3电技术，像它的电控系统啊、电池等等。所以对于一台 Dashcam 来讲，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它里面用的感光元件，它的这个 sensor。所以这一台最新的70 迈 4K Omni 呢，它是采用了 Dual Sony Starry 2的这个新的 sensor。所以这个新的 sensor 它比上一代的那个它的 sensor size 加大了68%。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low light performance 提升了100%， 它前面后面用的都是 Sony Starry 2的这个sensor， 前面是 Sony Starry 2 IMX678， 后面是 Sony Starry 2 IMX662， 而且在 single channel 的模式下，它能够 shoot 4K 60 frames per second， 然后在 dual channel 的情况下，它可以 shoot 4K 30 frames per second， 然后后面呢是 Full HD 30 frames per second， 所以60个 frames per second 就能够让你在捕捉一些动态的时候，它能够更加高帧率的去捕捉，让你在回放的时候能够看清楚那些影像等等。当然，它这个最新的 4K Omni 呢，它有这个 AI Motion Detection 的功能，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就当车子在停下来的时候，它能够去侦测什么人接近你的车，什么车靠近你的车，好像一个哨兵模式这样子。所以对于一台 Dashcam 来讲 ，senso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确保你不管在大白天还是在夜晚昏暗没有路灯的时候，一下白灯一下黄灯，人家又设高灯的时候，它能够清楚的将影像给捕捉下来，像车牌号码啦、路灯啦、一些周边路面的一些 information 这样子。再来70 迈 Dashcam 4K Omni 呢，它也支援 Dual HDR Recording， 就是高动态范围捕捉。太亮的地方它会帮你暗一点，太暗的地方它会帮你提亮，然后整体的画面更加的均匀。再来它还有这个 My Color Vivid Plus Solution， 还有70 迈 Night Owl Vision， 让你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将影像更加鲜明的记录下来，它会选择比较好的这个影像记录下来。然后70 迈 Night Owl Vision 呢，让你在夜晚的时候能够提高这个动态，让到你更加清楚的能够看到道路上的所有一些细节资讯等等。然后镜头的话，它是 f1.7 的超大光圈，前面是146度，后面是130度的广角镜头，而且有着这个独特的科技它能够实现 ADAS 的这个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像车道偏离辅助警示等等，它都在里面。你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s去启动、开启或者关闭，你可以选择要开，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开这样子。在70 迈的应用程序里面，连接至 4K Omni， 连接之后，你可以到 Setting 里面，它有一个叫做 Smart Travel 的栏目，
里面有 Emergency Video， 有 ADAS， 你 click 进去之后，你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如果你还要再仔细一点，你可以去到 ADAS 的 Warning Page， 这边有像 Front Collision Warning、Lane Departure Alert、Front Vehicle Start Alert， 就是在红绿灯的时候，前面的车走，你没有注意到，它会提醒你。还有 Pedestrian Collision Warning 行人警示的功能，最重要的就是它有 Rider Collision Warning， 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摩托骑士，有时候可能你没有看到他，或者他没有看到你，或者他看到你了，他要硬来这样子，所以这些功能都对于一个行车记录器来讲，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再来的话，像 Voice Control 你也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再来 70My 4K 它也有 4G 的 Connectivity Function， 像是 Instant App Alert、App Live Streaming、Find My Car、Real-Time Route Tracking 等等，你可以用手机的 Apps 就能够去定位车子，因为它支援 4G， 还有这个内建的GPS。再来 70My Dashcam 4K Omni， 它也支援 High Speed 的 Data Transfer， 它内建了 Wi-Fi 6 5 GHz， 能够做到20个 MB/s。之前那个 Wi-Fi 4 2.4 GHz 只支援4个 MB/s， 所以你的 Data Transfer 更加的快，而且它现在也支援512 GB 的这个 External Solution。建议是使用 70My 的官方建议的这个 SD 卡放进去。那讲到 SD 卡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马来西亚太阳，你知道吗？太阳很大，天气很热，暴晒。那它现在就采用了新的 Super Capacitor 超级电容，它的特点就是它耐高温，它能够从零下40度工作到85摄氏度，-40度85，而且它也更加的耐用，使用寿命更加的长。像比较传统的一些电池系统等等，所以这个 70My 4K Omni 我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讲？它提供了驾驶者更加多元化的一种使用方式。你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去打开它，而且它也有这一个小荧幕，可以让你去看。所以如果你对这一个 70My Dashcam 4K Omni 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击影片底下的 link， 在 Video Description 跟 Comment Section 你都能够找得到这个链接去获得产品进一步的这个资讯这样子。那有什么东西我们在留言区讨论，也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个70My Dashcam 4K Omni 的使用心得。然后它真的是一个，你看我刚才讲 Capture Right。我最喜欢的真的就是你不用去 voice command 好像你讲车子，你需要讲 Hey 妹妹妹 Hey 妹妹妹，它才会收到指令，然后你再输入指令，然后直接跟他讲你要做么就可以了 ，right？ 所以有什么东西我们在影片底下讨论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